假如把美国连接欧洲，结局会如何？三战爆发，为了更加支持欧洲行动，美国总统下令建造海上陆地直通葡萄牙，自此两大洲算是相连了。美国会如何利用这一通道呢？各位观众，本期依然进行大逃杀模式，那么请将你支持的一国打在弹幕上。比赛现在开始。2025年11月，第一场入侵出现了，波兰出兵攻入白俄罗斯，当场一通电话打到了莫斯科。普京让白俄罗斯保持冷静，突然下属来报，乌克兰正在进攻黑海北部的克里米亚半岛。普京头发又少了几撮。2026年8月，在打下克里米亚半岛后，乌克兰将目标转为白俄罗斯，同时芬兰攻入拉脱维亚，用时2个月将其占领。这边美国下达命令，派遣军队进入美欧走廊，到对面获得通行权。葡萄牙不吃这一套，在进入自己国土之前，也已经派出军队进行阻拦。但这个走廊可是属于美国领土的，这属于入侵行为。美国政府如此斥责道。但由于美军数量不占优势，他们登陆护航舰，计划绕路抵达西班牙领土，然后串通一气搞掉葡萄牙。结果被追击了。原来这次防御行动是欧洲多国执行的。美军一路被追赶，还是来到了西班牙境内。结果欧洲联合军依然穷追不舍，美军继续逃亡，进入法国境内，在此途中全军覆没。这下明白了，欧盟根本没有想与美国合作。2028年，占领拉脱维亚的芬兰与乌克兰达成一致，继续攻打白俄罗斯。这边的总统看来是等不到俄军的支援了。同一时间，意大利正在计划一盘大棋，他们攻入了非洲的埃及、利比亚等地区。除了意大利军队之外，共同在此占领的国家还有英国。通过观察，两者并不是合作关系啊。2030年，芬兰的占领还在继续，他们一路从波罗茨克打到了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，最终向南完成了占领。2031年，既然欧洲与美国的关系已经明确，葡萄牙自然无视领土主权，直接向西占领美国走廊。没想到葡萄牙有生之年，领土竟然因美国而扩大了。2034年，匈牙利宣战了塞尔维亚，历时3个月，占领了塞尔维亚的首都贝尔格莱德。而另一方面，自从芬兰与白俄罗斯的战事结束后，乌克兰越想越不对劲，自己是进攻者，却什么也没得到，要跟芬兰宣战吗？当届总统想来想去，决定吞并西南部的摩尔多瓦。2036年，意大利对非洲不打算拱手相让，他们正式宣战英国，然后攻战开始了。就在此时，趁英国因义军手忙脚乱的时候，美国登陆军来袭，直接占领伦敦。2038年，斯洛文尼亚宣战波黑，经过反抗加挣扎后，波黑于2040年灭国。这时候，芬兰的占领有点控制不住了，黄色区域是幸存的白俄罗斯余党，同时爱沙尼亚铤而走险，攻入了芬兰本土。俄罗斯摩拳擦掌，原来他们正在为爱沙尼亚和白俄余党提供支持。经过多年的交战，乌克兰的边界终于有了明显的变化。俄国总统喜上眉梢，却忽视了意大利的发展情况。该国已经彻底掌控利比亚地区，更没想到意大利有了进攻俄罗斯的打算。2040年，俄罗斯北部遭到意大利军队的袭击，然而这次袭击的范围并不局限于此。德国拉响了警报。回过神来，义军已经占领了德国汉堡地区。捷克配合起意大利的动作，同时宣战了波兰和德国。援军不断出现，奥地利于2041年宣战捷克，但由于实力相差悬殊，奥地利舍身取义，不久便被意大利和捷克共同瓜分。2043年，乌克兰正防御新的敌人，匈牙利宣战了他们。难道该国已经投靠俄罗斯这边？不管怎么样，通过匈牙利的占领，乌克兰已经被包夹了。芬兰看清局势，也宣战了他们。乌克兰是否会就此战败呢？2047年，乌克兰的上下左右目前全为敌对状态，就连土耳其也没有放过。但令人颇感意外，这几年下来，乌克兰的边界竟然还变大了。另一方面，盘算多年的意大利已经贯穿南北，从非洲到地中海，再到波罗的海，贸易迎来了蓬勃发展。有人欢喜，有人愁。2049年，英国不仅没有解放伦敦，由于爱尔兰的入侵，整个差点沦陷。直到2051年，英国算彻底沦陷了。回到欧洲东部，那个四面劲敌的乌克兰，并没有保持上次的扩大优势。这也很明显，在这种处处为敌的情况下，怎么可能逆风翻盘呢？在抵抗中，进攻方土耳其的优势不断的增加。
2056年，爱尔兰不仅统治了大不列颠，并赶走了这里的美军驻扎。2058年，土耳其占领乌克兰，并与波兰瓜分了匈牙利。意大利横扫欧洲中部，克罗地亚、阿尔巴尼亚等国纷纷没有逃过被占领的命运。而最先抵抗美国的葡萄牙，如今也已经残缺不全。但是混乱的局面依然没有停止，意大利、爱沙尼亚、西班牙依然在不停的扩张当中，直到2061年，美国开始全面投入战争。3个月后，在解决与加拿大地区的矛盾后，攻欧计划开始了。火力全开的美国率先占领了西班牙、英国，然后进攻地中海东部国家，一直打到土耳其境内。意大利开始反击，与美国全面开战。2070年，美国已经占领土耳其以及欧洲大部分地区，意大利也进入了毁灭倒计时。2085年，在美国同意下，巴西攻入意大利，获得占领条件。再这么下去还得了？于是东部的一个国家准备孤注一掷。2093年，俄罗斯与美国正式开战。那么各位观众，哪方将接管欧洲？让我们进入终局一战。胜负已分。2120年，俄罗斯夺下欧洲，成功获得本期比赛的冠军。